由权威的媒体报道整理总结而成。欧洲简报：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火车交通中断，影响欧洲之星大力士列车。路透社：比利时和法国之间的高速列车周一在一列火车接触用于提供电流的架空线后中断。事件发生在2条高速列车轨道之一上。参与的公司 Infrabel 将高速列车重定向到非高速轨道，这为一些旅程增加了4个小时。由于中断，火车制造商 Thalys 取消了原定于周一下午的几列火车，尽管欧洲之星尚未发表评论。德国检察官搜查亲克里姆林宫活动人士的家。路透社：2名亲克里姆林宫的活动人士因涉嫌违反欧盟制裁而被德国检察官搜查，该制裁禁止为俄罗斯军方出售或资助某些商品。马克思·施伦德和他的搭档埃琳娜·科尔巴斯尼科娃被指控向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陆军师提供资金，据称这些资金被用来购买对讲机、收音机、耳机和电话。这对夫妇的家被远警搜查，他们拿走了电脑和装有书面文件的资料夹。如果指控被证明属实，这对夫妇可能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而根据德国刑法显示 Z 符号也可能构成犯罪。为什么法国官员手机上禁止有趣的应用程式？ BBC： 法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政府发行的设备上使用所有娱乐应用程式的国家，理由是存在数据保护风险。此举将影响250万公务员。此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几个国家因涉嫌与中国政府有联系而禁止在此类设备上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然而，字节跳动旗下的有争议的应用程式一再表示，它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独立行动。法国对在线隐私的态度此前一直与美国不一致。2019年，他对所有政府雇员使用工作电话实施了 WhatsApp 禁令，声称该消息传递平台被认为不够安全。自2018年以来，他一直反对美国云法案。该法案使美国执法机构能够要求大多数主要云供应商提供数据，无论数据存储在哪里。隐私活动家支持法国的举动，这凸显了对社交媒体公司存储和使用数据方式的日益严格的审查。尽管 TikTok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焦点，但围绕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和 Candy Crush 的数据实践也提出了质疑。苏黎世银行希望利用瑞士信贷的消亡。路透社：瑞士最大的国有州立银行 Zürcher Kantonalbank 首席执行官 Urs Baumann 表示，鉴于瑞银和瑞士信贷的合并，他预计将受益于资产多元化并转向避风港的客户。据说该银行已经从各种来源收到资金流入。2014年，该银行首次公布了10亿瑞士法郎 10.9 亿美元的利润，帮助该银行披露了大量新客户资金流入。然而，苏黎世大学的一位教授警告说 ，ZKB 的增长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由苏黎世议会管理。乌克兰担心核电站可能面临危险的水冷短缺。路透社：乌克兰警告说，该国扎波罗热核电站，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的储水量可能会减少，到夏末没有水来冷却反应堆。因为俄罗斯军队已经允许水从供应该工厂的水库中排出。目前，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了1年多的车站没有直接的危险。发电厂需要足够的水来冷却反应堆，以防止核熔毁。由于即使关闭也需要冷却其反应炉，因此缺乏冷却水的可能性可能会在夏末实现。意大利希望减缓绿色转型，以保护当地企业。路透社：意大利右翼政府正在抵制一些绿色倡议，因为他认为其企业无法负担先前商定的过渡目标。意大利要求欧盟削弱提高建筑能效的指令，寻求重写以逐步淘汰燃烧汽车，并质疑减少工业排放的努力。他最近还违背了在2021年底前停止对化石燃料专案的海外融资的承诺。此前他认为乌克兰、俄罗斯能源危机需要更加谨慎的目标。以这种转型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为前提，意大利表示，
它不能通过危及其工业来支持环境目标。气候变化活动人士批评监管机构采取倒退政策，阻碍其他国家推行绿色倡议。欧盟对意大利不愿支援绿色指令表示不满，并表示如果意大利未能领导开发新的环保技术，该国的工业将蒙受损失。国有信贷机构意大利气候政策承认，尽管支援石油分销企业到2028年1月，炼油和储存计划到2024年1月，但可能需要额外的融资来实现天然气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同时考虑气候目标。批评者认为，意大利绿色企业的逆转可能会破坏生态和发展利用生态转型所需的适当基础设施。宣导者表示担心意大利政府将大力投资过时的技术，这些技术将无法提供新型能源供应，并将对该国的工业有害。欧洲人权机构敦促英国拒绝移民法案。金融时报，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已致函英国立法者，敦促他们拒绝一项旨在遏制跨海峡移民的拟议法案。Dunja Mijatovic 在信中辩称，这些措施将与既定和基本的人权标准产生明显和直接的紧张关系。移民和公民法案将阻止那些被认为非法抵达英国的人申请庇护，内政大臣负有法律义务，将寻求庇护者转移到安全的第三国或其原籍国。米贾托维奇表示，该法案将进一步减少英国的难民保护，并将对该国更广泛的国际义务产生负面影响。周五，联合国难民署的英国代表辩称，这些措施将违反英国在联合国难民公约下的义务。西班牙将于7月为电动汽车和电池招标。路透社，西班牙计划在7月同时进行2项招标，以分配20亿欧元 21.6 亿美元的欧盟资金，这些资金无法分配给2020年的电动汽车 EV 和电池生产。虽然早先的提案建议在6月对电池制造商进行一次招标，在9月为电动汽车生产商进行一次招标，但新的投标将包括两者。大众汽车正在考虑在该国生产更多的电动汽车，而雷诺和福特正在探索应用。该倡议没有 PERC 计划的前身那么严格，在去年备受瞩目地失败之后，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简单的选择标准。英国逃税犯在未能偿还数百万美元后被判双倍。英国独立报，英国头号通缉逃犯之一莎拉·帕尼茨克 Sarah Panitz 因税务欺诈而被判处8年徒刑，在未能向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偿还2.400万英镑外加利息后，他的8年监禁增加了1倍多，达到17年。帕尼茨克此前曾在西班牙逃亡9年，他被送回英国并因参与一个团伙而入狱。该团伙通过一系列假装进口和销售手机的公司洗钱。HMRC 的一名助理主任表示，他的行为剥夺了该国重要的公共资金，包括利息在内的未偿总额接近 3.8 米英镑。Panitz 是使用政府与多家银行合作建立的复杂数据搜索系统抓获的20多名税务和金融逃犯之一。去年，政府还对与逃税者合作的专业推动者进行了打击。本周早些时候，他揭示了他如何防止数亿英镑的税收被试图逃税的富人从英国流出。被阻止的转移利润中有近1/3来自银行和金融业的个人。政府希望到2020年防止每年有50亿英镑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避税天堂。欧洲俱乐部与国际足联达成协定，以增加世界杯收入。美联社，欧洲俱乐部足球队根据与国际足联新达成的工作协定，从世界杯的收入增加了 70%。这将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俱乐部从2026年和2030年世界杯的收入中分享 3.55 亿美元。国际足联预计从2023年到2026年的收入至少为110亿美元。谅解备忘录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俱乐部协会 ECA 2年一度的大会期间商定的，应该约束俱乐部尊重国际足联管理的国家队比赛和锦标赛日历。修订后的俱乐部世界杯每4年举行一次，将于2025年推出。据报道，
他已经获得了欧洲俱乐部的支援，并将拥有32支球队，其中12支代表欧洲。这种新赛制将看到前2届欧洲俱乐部锦标赛的获胜者以及来自欧洲的2名国内联赛冠军参加比赛。LTFI 证实，计划与国际足联讨论关于管理未来商业权利的潜在结构。谢谢收看欧洲简报。